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可真是让我感慨万分啊！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安月，今年26岁，曾经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富商之女，长得那叫一个亭亭玉立，气质出众，浑身上下都透着那种名媛的高贵感。这也难怪，人家可是英国贵族学校毕业的，从小受的教育就和咱们普通人家不一样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啊，安月的父亲在一场商业暗斗中被人设计，最终选择了跳楼。这个打击对这个家庭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。他的母亲因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精神失常了，整天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更惨的是，他们家所有的财产都被债主瓜分，还欠下了巨额债务。一夜之间，安月从天之娇女变成了负债累累的普通人。那时候的她真的是太难了，但是她没有被打倒，而是选择通过做网红直播带货来还债。你们知道的，现在这个行业竞争有多激烈啊！但安月凭借着自己的气质和不服输的劲头，倒也做得有模有样。我不能让爸爸的债务成为我一辈子的负担，我要靠自己的努力，一点一点还清。安月常常这样对自己说。在做直播的过程中，安月认识了不少人，也收到了很多追求者的示好，但她心里一直有个小算盘，如果能遇到一个愿意帮她还债的成熟男士，那该多好啊！机缘巧合下，安月在一次商业活动中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陈俊杰。陈俊杰是台湾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年龄比安月大7岁，成熟稳重，事业有成。第一次见面，陈俊杰就被安月的气质所吸引。在他看来，安月身上那种即使落魄也依然保持优雅的气质，实在是难得。这位小姐，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咖啡吗？陈俊杰彬彬有礼地问道。安月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个台湾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，说话也温和有礼，跟他平时接触的那些大老粗完全不同。但是台湾男人，他心里不禁有些犹豫。在大陆，尤其是在一线城市，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宝岛台湾、水果王国那个阶段，认为台湾经济落后，人们生活水平不高，而且还有许多刻板印象，比如台湾男人草食系，没有阳刚之气，不够有担当等等。安月的朋友们知道她认识了一个台湾男人后，第一反应就是啊，台湾的那边不是很穷吗？他能帮你还债吗？你别被骗了。听说台湾男人都很大男子主义，表面上温柔，实际上很传统，很多要求的，还是找个内地有钱人靠谱，至少能帮你解决债务问题啊。这些话听在安月耳朵里，虽然有些刺耳，但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心里也有这样的顾虑。尤其是在她现在这种境况下，找一个能帮她解决债务问题的对象，似乎才是最实际的选择。但随着接触的深入，安月发现陈俊杰和她想象中的台湾男人完全不同。他有着扎实的学识和广阔的见识，对工作充满热情，对生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待人真诚，对安月的过去从不避讳，也不轻视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我们常说吃苦当吃补，你现在经历的困难都会成为你生命中的财富。陈俊杰温和地对安月说，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安月。在那之后，两人开始频繁约会，安月也渐渐对陈俊杰产生了好感。然而，当安月把陈俊杰介绍给自己的母亲和亲戚时，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台湾那不是很穷的地方吗？你嫁过去能过什么好日子？安月的舅舅皱着眉头说，听说台湾男人都很大男子主义，表面温柔，背地里管得可严了。你这么独立的性格，过去肯定不适应。安月的表姐也忧心忡忡地说。最让安月伤心的是她母亲的态度。虽然母亲的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，但听到女儿要嫁给台湾男人时，竟然清醒地反对了。不行，坚决不行，你爸爸在天之灵也不会同意的。你要是嫁过去，以后怎么照顾我？母亲激动地说。面对家人的反对，安月感到很困惑。她和陈俊杰相处得很愉快，但家人的顾虑也不无道理。毕竟两岸的文化、生活习惯确实有差异，
而且他也担心自己的债务问题会给陈俊杰带来负担。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陈俊杰带他去了台湾。那是安岳第一次去台湾，之前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全部来自于电视剧和朋友的描述。他以为会看到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简陋的生活条件，但实际看到的台北却是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，高楼林立，交通便利，处处透露着发达和繁华。我的天啊，这里比我想象的要发达得多。安岳惊讶地说。陈俊杰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公司，一家在半导体领域有着不小影响力的科技企业。他还带他去了自己在台北的家，那是一套面积不大但装修精致的公寓，位于台北市中心的高档社区，窗外就能看到台北101大楼。这是我的家，虽然不大，但如果你愿意，这也可以是你的家。陈俊杰真诚地说。这次台湾之行让安岳对台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他发现台湾虽然面积不大，但经济发展水平不低，特别是在科技、医疗、教育等领域有着自己的优势，人们的生活质量很高，社会氛围也很包容和谐。更让安岳感动的是，在得知他的债务问题后，陈俊杰没有退缩，反而提出了帮助的意愿。债务是过去的事情，不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障碍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。陈俊杰坚定地说。回到大陆后，安岳决定接受陈俊杰的求婚，尽管家人依然强烈反对。你疯了吗？为了一个台湾男人要离开自己的家乡，离开自己的母亲。安岳的舅妈气急败坏地说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嫁过去了，谁来照顾你妈妈？你的债务怎么办？亲戚们纷纷责备道。面对家人的反对和质疑，安岳感到很委屈，但他已经下定决心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好，但我已经26岁了，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。陈俊杰是个好人，我相信他，也相信我们的未来。安岳坚定地说。最终，在朋友的见证下，安岳和陈俊杰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。婚礼上，安岳的家人都没有出席，这让他心里很难过。但陈俊杰的家人却很热情地接纳了他，欢迎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尽管说出来，不要客气。陈俊杰的母亲亲切地对安岳说。就这样，安岳嫁给了陈俊杰，开始了他在台湾的新生活。刚到台湾时，安岳确实面临了很多挑战。语言虽然都是中文，但台湾人的口音和用词习惯与大陆有很大不同，这让他在日常交流中经常出现误解。比如，在台湾请是指晚餐，而不是请客的意思；卡片在台湾是指银行卡，而不是贺卡；秀逗是指傻乎乎的，不是炫耀或表演的意思。文化差异也让安岳感到不适应。台湾社会更加注重礼仪和人情味，待人接物有很多讲究，比如拜访他人家中要脱鞋，吃饭时不能把筷子插在饭里，送礼物要双手奉上等等。这些小细节对于从小在国际化环境中长大的安岳来说，都需要时间去适应。生活习惯的差异也是一个挑战。台湾的饮食口味偏甜，而安岳习惯了香港的咸鲜口味。台湾人喜欢早睡早起，而安岳以前经常熬夜。台湾的交通规则也和大陆有所不同。过马路时，安岳常常忘记要等绿灯。最让安岳感到困扰的是，他在台湾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。他的直播带货在台湾市场不太受欢迎，而他又没有其他专业技能，这让他很自卑，感觉自己成了陈俊杰的负担。我真的很抱歉，来台湾后我什么都做不好，还要你养着我。安岳沮丧地对陈俊杰说，别这么说，每个人都需要时间去适应新环境，我相信你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。陈俊杰鼓励道。在陈俊杰的支持下，安岳开始尝试学习台湾的本地文化和生活方式。他去参加了汉语拼音课程，学习台湾的标准发音。他还报名了烹饪班，学习做台湾特色美食。他甚至参加了社区志愿者活动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融入当地社会。慢慢的，安岳开始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他发现台湾人虽然看起来保守传统，但实际上非常尊重个人选择和生活方式。特别是陈俊杰，虽然是个台湾男人，但他从不干涉安岳的穿着打扮和社交活动，
也很支持她追求自己的事业。在我们家没有谁管谁的说法，我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。陈俊杰经常这样说。随着对台湾社会的了解深入，安岳发现台湾的社会福利系统非常完善，全民健保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，教育体系也很开放包容，各种社会救助政策也很人性化，这让他感到很安心，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。在结婚1年后，安岳在陈俊杰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以香港美食为特色的小餐厅。他把自己从小吃到大的港式茶点带到了台湾，凭借着独特的口味和精致的摆盘，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顾客。没想到我的烹饪兴趣竟然能变成一项事业。安岳高兴地说，餐厅的成功让安岳重新找回了自信，也让他有了自己的收入来源。他开始逐渐还清自己的债务，虽然过程很慢，但每还清一笔，他都感到无比踏实。在台湾生活的第2年，安岳怀孕了。怀孕期间，她体验到了台湾医疗系统的便利和温馨，产检非常细致，医生和护士的态度也非常好，整个孕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在台湾生孩子真的感觉很安心。安岳常常这样对朋友说。孩子出生后，陈俊杰的父母主动提出要帮忙照顾孩子，让安岳可以继续经营自己的餐厅。这种家庭支持让安岳感到很温暖，也让他更加融入了这个台湾家庭。真的太感谢你们了，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可能连餐厅都开不下去了。安岳真诚地对公婆说，哎呀，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孙子是我们的宝贝，照顾他是我们的福气。婆婆笑呵呵地说，一边逗弄着小婴儿。安岳看着眼前和睦的一家人，心里满是感动。在嫁给陈俊杰之前，她从来没想过台湾的家庭关系竟然可以这么融洽。虽然陈家也是传统家庭，但公婆从不干涉小两口的生活，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和尊重，尤其是在教育孩子方面，公婆更是尊重年轻父母的意见。这一点让安岳感到非常舒适。要不要打个视频电话给你妈妈，让她看看外孙？陈俊杰某天晚上提议道。安岳愣了一下，自从她决定嫁给陈俊杰后，母亲就很少和她联系了。虽然安岳经常给母亲打电话，但母亲总是冷淡回应，有时甚至直接挂断电话，这让安岳很伤心。但他知道母亲是因为担心他在台湾过得不好，才会有这样的态度。好吧，试试看。安岳拿起手机，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母亲很快就接通了电话。屏幕上，母亲的脸瘦了许多，头发也白了不少，但精神状态看起来好多了。妈，这是您的外孙，叫小宝。安岳把手机对准了孩子的小脸。哎呀，长得真像你小时候。母亲的声音明显激动了起来。他多大了？身体健康吗？安岳一边回答母亲的问题，一边偷偷抹眼泪。这是母亲2年来第一次这么热情地和他交谈。视频通话结束后，陈俊杰安慰道，你妈妈只是担心你在台湾过得不好，既然现在看到孙子这么健康，她应该能放心一些了。希望如此。安岳点点头。果然，这次视频通话后，母亲开始频繁联系安岳，询问孙子的情况。安岳也经常把小宝的照片和视频发给母亲，让她感受孙子的成长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母亲对安岳嫁到台湾的抵触情绪逐渐减弱，甚至开始询问能否来台湾看看。当然可以啊，我们随时欢迎您来。安岳兴奋地说。就这样，在小宝1岁生日那天，安岳的母亲在舅舅的陪同下来到了台湾。看到女儿和外孙生活得如此幸福，母亲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我真是错怪你了。母亲紧紧握住安岳的手，你的决定是对的，这里比我想象中好太多了。妈，我早就想告诉您，台湾真的很不错，这里的人热情友善，社会秩序良好，而且风景优美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爱我的人，我过得很幸福。安岳笑着说，母亲在台湾住了1个月，亲眼见证了安岳幸福的生活。她看到了女儿经营的餐厅生意兴隆，看到了女婿对女儿的体贴关爱，看到了公婆对孙子的疼爱，也看到了台湾社会的包容和人情味。临走前，母亲对安岳说，女儿，妈妈为你感到骄傲，
你选择了一条不容易的路，但你走得很好。以后如果条件允许，妈妈也想来台湾住一段时间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安月惊喜地说，婆婆也非常热情地附和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您随时可以来住。母亲离开后，安月感到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，家人的认可让她更加确信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台湾生活的第3年，安月的餐厅已经小有名气，甚至被台湾当地的美食杂志评为最具特色的港式餐厅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安月开始考虑扩大经营规模，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开一家分店。安月对陈俊杰说，很多顾客都建议我在台北市中心再开一家，方便更多人品尝，这是个好主意。陈俊杰支持道，我可以帮你看看合适的店面位置。就在安月筹备第2家店的过程中，他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。台湾一家知名电视台邀请他参加一档美食节目，分享他的创业故事和港式美食文化。我上电视，安月有些不敢相信，我的台语还说得不太好呢。没关系，你可以用普通话，反正现在很多台湾人也能听懂。重要的是你要分享你的故事，让更多人知道两岸文化交流的美好。节目制作人真诚地说，经过一番犹豫，安月决定接受邀请。在节目中，他分享了自己从香港富商之女到台湾美食店主的转变历程，讲述了自己如何在逆境中重新站起来，以及在台湾找到新生活的感人故事。节目播出后，反响热烈，很多台湾观众被安月的经历感动，纷纷前来光顾他的餐厅，同时也有不少大陆游客慕名而来，想要品尝这位网红老板娘亲手做的美食。安月的事业越来越成功，债务也在逐渐减少。3年时间，他已经还清了大部分债务，只剩下最后一小部分。看着银行账户上的数字，安月感到无比欣慰。我真的没想到，来台湾后，我不仅找到了爱情，还找到了自己的事业。安月感慨道，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。陈俊杰笑着说，我只是给了你一个机会，但抓住机会的是你自己。随着生活越来越稳定，安月开始考虑接母亲来台湾常住的事情。虽然台湾对大陆居民有一定的居留限制，但作为台湾居民的直系亲属，母亲是可以申请长期居留的。妈，您考虑一下来台湾和我们一起住吧，这边的医疗条件很好，对您的身体恢复有帮助。安月在视频电话中提议，我倒是想去，但我在大陆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。等我把事情都安排好了，就去台湾和你们团聚。母亲回答道。安月知道母亲说的事情主要是指父亲留下的一些法律纠纷，虽然大部分财产已经被债主瓜分，但还有一些资产的归属问题需要解决。没关系，您慢慢处理，我们随时欢迎您来。安月理解地说。就在安月规划未来的时候，一个意外的惊喜出现了。他的一位香港老朋友小薇来台湾旅游，专门来到安月的餐厅吃饭。哇，安月，你现在可真是大老板了啊！餐厅装修得这么漂亮，菜品也这么精致。小薇惊叹道，哪里，刚刚起步而已。安月谦虚地说。饭后，小薇神秘地拿出一个文件袋。安月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爸爸生前的一个合作伙伴找到了我，说有一笔钱是应该归还给你们家的。安月惊讶地接过文件袋，里面是一份法律文件，证明他父亲在一个海外项目中的投资份额价值约500万港币，现在已经结算完毕，可以转给他作为合法继承人。这是真的吗？安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千真万确。这位合作伙伴一直在寻找你，得知你在台湾定居后，托我把这份文件带给你。他说，你父亲是个正直的商人，不应该因为别人的设计而失去一切。小薇解释道。这笔意外之财让安月激动不已。有了这笔钱，他不仅可以彻底还清剩余的债务，还能为餐厅的扩张提供资金支持，甚至可以考虑在台湾买一套更大的房子，方便母亲来台湾时住得更舒适。天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安月眼含泪水，紧紧抱住小薇。谢谢你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我。不用谢我，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。小薇笑着说，看到你在台湾过得这么好，
我真的替你高兴。当初那些反对你嫁到台湾的人，现在应该都闭嘴了吧？安月笑了笑，他们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不过我也理解他们当初的担忧，毕竟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很多误解和偏见。你能有这样的心态，真的很难得。小薇感慨道：“对了，我听说你母亲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。”是啊，自从去年来台湾看过我们后，她的情况好转了很多。现在我们每周都会视频通话，她还经常给我发一些她做的菜的照片呢。安月开心地说，小薇在台湾玩了几天后离开了，但她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彻底改变了安月的生活。有了这笔钱，安月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，还成功开设了第2家分店，事业更上一层楼。更让安月高兴的是，母亲终于处理完了大陆的事务，决定来台湾常住。安月和陈俊杰买了一套3室的新房子，专门为母亲准备了一个阳光充足的房间。妈，您看这个房间喜欢吗？阳台上可以种些花花草草，阳光也很充足。安月带着母亲参观新家，喜欢，比我在香港那个小房间好多了。母亲欣喜地说，女儿，妈妈真为你骄傲，你这些年经历了这么多困难，但你从来没有放弃过，最终还是靠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好日子。妈，如果没有您的支持，我不可能走到今天。安月感动地说，说实话，当初我是非常反对你嫁到台湾的。母亲坦诚道，在我的印象中，台湾是个落后的地方，台湾男人也不可靠，但现在我才明白，那些都是我的偏见。台湾其实是个很发达的地方，人们生活品质很高，社会秩序也很好。至于你老公，更是难得的好男人。是啊，我当初也有很多顾虑，但幸运的是，我选择了相信自己的感觉，才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安月微笑着说，在台湾生活的第3年，安月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从一个背负债务的落魄千金，变成了拥有2家餐厅的成功女商人。她的家庭幸福美满，有爱她的丈夫、可爱的孩子和健康的母亲。她的社交圈也越来越广，在台湾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。最让安月感到欣慰的是，那些曾经极力反对她嫁给台湾男友的亲友们，现在都不得不承认她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有些亲戚甚至主动联系她，希望能来台湾旅游，顺便参观她的餐厅。安月啊，听说你在台湾过得很好，我们打算下个月去台湾玩，能不能请你帮忙安排一下？远在大陆的表姐在微信上询问。当然可以啊，到时候我请你们吃饭，带你们去台湾各个好玩的地方。安月热情回复。在一次家庭聚会上，陈俊杰的父亲感慨地说，俊杰啊，你真是娶了个好媳妇。安月不仅人漂亮，还这么能干，短短几年就把餐厅做得这么成功。是啊，我很幸运能遇到安月。陈俊杰笑着看向自己的妻子，眼中满是爱意。安月也深情地看着丈夫，我才是幸运的那个。如果不是遇到你，我可能还在为债务发愁，没有机会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。小宝在一旁咿咿呀呀地叫着，似乎也在为父母的幸福感到高兴。这就是安月的故事。她冲破家人的反对，嫁给了台湾男友，经历了文化冲突和生活适应的困难，最终在台湾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成功。她的经历告诉我们，爱情和婚姻不应该被刻板印象和偏见所束缚，只有亲身体验才能发现真相。两岸之间虽然有差异，但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阻碍爱情的障碍。相反，正是这些差异让2个人的结合更加丰富多彩。就像安月和陈俊杰一样，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，但正是这些不同，让他们彼此吸引，相互成就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正在犹豫是否要跨越地域、文化的差异去追求爱情，希望安月的故事能给你一些启示和勇气。只要2个人真心相爱，相互理解，相互支持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。最后，我想说的是，婚姻从来不是一场豪赌，而是2个人共同经营的生活。无论你嫁给谁，娶了谁，最重要的是2个人能否相互理解，共同成长。安月和陈俊杰的故事正是这种美好婚姻的写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
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